毕竟年轻和爱情两个重大昏头原因都让现在这些人给绕过了，尤其是相亲这种跳过了恋爱过程强调现实条件的活动更是如此，出现男性用户不足就理所当然了。长期在日本生活的话，在新桥新宿之类的地方，你会发现不仅有陪酒酒吧，还有一些看起来跟他们非常相似的店，但是门口牌子上多了一个女性免费，这些是给想要搭讪异性的人准备的酒吧。女性免费，那自然其他人看到的菜单定价就比较高了，这种业态也是继承自泡沫时代。不过诸位可能不知道的是，日本的各类相亲平台其实一开始也是部分模仿了这种模式，所谓靠女性热闹，靠男性赚钱。当然我个人并不觉得这种收费方式有什么问题，再怎么说男女平等，但是在恋爱呀、婚姻啊这些事情上确实有男性付出的竞争。但是日本的相亲市场上男生的负担太大，逐渐成为了问题。随着近2年日本社会整体生活压力增大，这些负担甚至超过了很多男生的承受能力，社媒上也会出现某某相亲活动男性严重不足的类似话题。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哦。仔细看这些相亲活动没有男性的帖子，会发现有一些是男生抱怨这种活动的压力太大了，也有一些是女生在抱怨，想说的不是没有男生，而是没有合格的男生。所谓合格有很多的外部指标，像是收入呀、学历呀、身高呀、职业稳定性呀等等，这些择偶标准被平台化、流程化，有些平台甚至可以生成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表格。而且平台作为双边市场，为了维持女侧繁荣男侧付费的商业模式，自然必须要偏向提高女侧的体验与留存，基本都有轻审或免审、低价或免费、内容和活动的优先供给等等支持政策，而男侧则是被推动在更高的门槛上证明自己，如果达不到一些基本的要求的话，常常会被拒绝注册，这当然是合理的。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在完全无规则的择偶活动中，男性更可能是主动的一方，那么自然是女生更稀缺，也就应该优待女生到场。业务线里有了这个天然的入口筛选，这就很符合直觉的让这些平台引进搭讪酒吧的那种女性是客流，男性是客单的商业模式。这本质上和很多游戏给所有的玩家都发福利，氪金玩家需要重氪才能获得实质上的额外体验是同一种运营。流程编排上，这些平台一般采用的也是游戏式的运营，从线上检索开始，然后发送邀约，然后初次会面，然后多次约会，再然后进入正式交往阶段，之后是完成求婚。这里面每一步都会有一些激励，比如正式交往之后3个月内求婚的话，平台会送一些结婚礼物之类的，而且把恋爱行为分割化了，哪一步确认外貌收入，哪一步确认性格，甚至哪一步互相确认夜间需求都有流程。总之就是设计成了既是恋爱又是 KPI， 会面的次数有指标，交往有阶段里程碑，求婚有时间窗口，甚至还有惩罚机制，一直没有进展可能会被降低会员等级，甚至被注销账户。平台并没有替你决定要爱谁，只是帮你把不确定的情感装进了可管理的漏斗，听起来不怎么尊重，但是仔细想想又是他们应该提供的服务。那么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有付费点，包括入会费、月费、每次见面的服务费、各种活动的参加票价等等。毕竟都是交往行为，所以大体上都是男方付出更多的费用，只是在不同的步骤时多出的比例会有所不同。其实这种设计在日本也有女性用户不满的声音，认为平台这是把女性的在场率做成了展品，其实男性是在付费拍卖试错的机会。当然大多数平台在多次约会之前都是严禁男女双方交换私人联系方式或者发生其他关系的，对于商业模式的收益和防止平台被滥用，这样做都是必须的。你可能会觉得日本人怎么这么点钱也能成话题，但是实际上这可不是一点钱。现在相亲平台的男性氪金体系常常是入会费就要6位数的日元，之后每次活动和进展都收几千到1-2万，每个月也有1-2万的会员费，真的不便宜。匹配过程虽然是双方都可以选择对象，不过实际过程比较像是从男生优化简历开始，因为平台要兼顾女侧的体验和男侧的转化，所以算法会优先推送更可能被接受的男侧样本。日本通常也是认为女性应该向上婚，毕竟这本来就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习惯嘛。统计上日本的夫妻中，女方收入高于男方的就只占了1成左右。随机访问中则是有 95% 的女生表示在意另一半的年收入， 60% 左右不能接受和比自己年收入更低的男性结婚。当然实际的结果看来，剩下的4成中还是有不少人没有明说而已。
对于20到35岁的日本人口的经济调查上，统计结果也确实，男性是显示年收入1000万以下时，收入越高，结婚率越高；女性则是整体年收入越高，结婚率越低。然而和30年前相比，现在日元的购买力大概砍半，但是日本工薪阶级的收入中位数还下降了20%左右，一人养家的难度越来越大。顺应这个趋势，日本女性的学历和收入也有了大幅提升，于是现在整体上女生向上婚的这个上的条件也提升了很多。有平台的统计显示，现在大概只有10%的女生没有在筛选条件中排除年收入400万以下的男生。同平台男性端的统计也反映出相同的状况，年收入400万附近的男生发出的 touch 会被回复的概率甚至低于1%，而东京的正社员收入中位数就在400万附近上下跳。其实男性年收入这个限制在日本的相亲市场上真的是很硬的，即使你去那种性格重视相亲会、价值观重视相亲会什么的活动，通常也会写着男性报名门槛年收入600万或者800万什么的。虽然也有少数没有年收入门槛的，但那时通常都有学历、身高、年龄等等门槛。总之就是如开头所说嘛，这个游戏的设计就是女性是客流，男性是客单，男厕总是要在某些方面门槛高很多的。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按照现在日本的生育和育儿成本来看的话，如果夫妻都工作，收入才堪堪600-700万日元，那确实是日子太艰难了。如果相亲对象这个陌生人还没有其他的看得见的未来可能性，我是女生的话我也不会考虑的。当然了，男生也有反过来被富婆 touch 的机会。前2年也有一个热帖抱怨，现在的相亲市场上是一群只看年轻妹子的大叔和一群只看年轻小鲜肉的大妈。虽然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是男性在进一步压后结婚时间的潮流，但是显然也不仅仅是男生难以满足女生的要求了。受到网络影响，现在无论男女心中的普通异性条件都高得出奇，与其说是普通，不如说是没有明显缺点。但是稍微理性考虑，其实没有明显缺点已经是极小概率的事情了。比如男生希望女方的年龄不高于30岁，在生孩子之前也会工作；女生希望男生有大学学历，身高不低于1.7米。常识看起来都是完全不过分的要求，但是其实统计上，这里面任何一条都足以排除一半的候选人。再加上其他的什么生几个孩子呀、居住地呀、职业呀等等筛选，就会造成男女生都容易觉得，我明明要求不高，为什么符合条件的人却很少？即使有匹配到异性，也会觉得对方明明这么普通，为什么这么自信，要求这么高？其实就是因为达到现在人们常识中普通水平的人根本就不普通，不如说是凤毛麟角。顺带一提，女生希望的对象收入最多填的是600万左右，其次是500万左右。我不清楚有没有相亲套路之类的，但是讲真，我觉得日本这些相亲女生填这个数字时是很克制了，一起叼着吐司在即将迟到的上学路上撞上的对象，或者在冷门店铺多次点相同服务的对象。当然谁都想要和这样有命定感的异性结婚，但在日本这个隔差社会，如果结婚之后只能让下一代去读偏差值很低的中小学，那不管男女，我想都会说一句啊，我命由我不由天。而年龄卡在20到35岁的话，年收入600万以上的男性大概全日本只占了10%，这也是这次日本的单身税涨价引发强烈反弹的原因之一。有太多男性即使想结婚，也没有女生愿意陪他一起冒险的，那这钱就属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来了。更何况日本润学逐渐兴起的现在，必须考虑去其他国家生活之后，这些社保就真的是完全白交了。话题回到相亲市场，这个男性600万左右年收入的潜在门槛就这样在日本运行了几十年了。然而2020年之后，越来越显得松动了，不是门槛下降了，而是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却不想结婚的男性变多了。如上所述，统计上20到35岁达到600万门槛的人只有10%左右，东京可能会多一些，有20-30%吧。即使如此，也意味着大部分男性是大概到了30岁左右才有进入这个游戏的资格。事实上，最新的日本男性初婚年龄确实是32岁左右，那么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10年左右的单身工作经验，早就习惯这种生活了。
了。那开始有了不用结婚也可以的想法之后，就会越想越不对劲。现在把这种平台流程化的匹配机制叫做参数婚，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褒义词，对吧？其实最新的女性初婚年龄也30岁了，女性高学历化，整体经济前景灰暗，征税压缩了年轻人的经济状况，这些都在持续推高日本的初婚年龄。而初婚年龄越高，在结婚前就越会被社会的风浪反复拍打，被迫认清了现实。人们在分得清事理之后再谈结婚，承担更多婚后经济负担的男性一侧的抗拒就会提高，女生对男生的要求也会提高。毕竟年轻和爱情两个重大昏头原因，都让现在这些人给绕过了。尤其是相亲这种跳过了恋爱过程，强调现实条件的活动更是如此，出现男性用户不足就理所当然了。而且结婚意味着责任，现在已经不是终身雇佣的时代了。一旦结婚有了小孩，老婆在家全职主妇，万一失业了怎么办？一旦有了这种担忧，个人和公司的关系就彻底变了。独自生活数年所建立的思维习惯是不会轻易允许男生接受这种变化的。并且现在虽然每次都不了了之了，但是事到如今，政府已经多次表达了难以继续负担中小企业的长期续命补贴。那么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公司能不能活到自己退休的时候。而且老龄化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下一代成年之后，可能非劳动人口已经要到50%了。真的到那一天的话，他们所承受的综合税率会飞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现在也有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后代才是真正对后代的责任。这可悲的血脉就到我这里为止了。这些都在打击男性参与婚恋市场的动力，以至于最近1-2年，日本的相亲活动中男性不足成为了话题。但我想等不久之后，夫妻双职工从趋势变成了新的社会常识，又会迎来新的平衡点吧。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